确实，这小子有点阴啊。不过他这种程度的攻势，根本伤不到杀魂昊天。杀魂一族从不修炼任何技法，只专注于血脉之力的掌控。杀魂一族的血脉之力攻防一体，而这杀魂昊天的血脉更是杀魂一族有史以来最强。楚风如今战力受损如此严重，要怎么才能战胜杀魂昊天呢？杀意女子很是好奇。虽说楚风目前的表现让他有些意外，可仍看不到楚风能赢的希望。因为杀魂昊天的实力，他是早有耳闻的。楚风若是战力正常，以他的经验战胜杀魂昊天自然不难。但那样的话，这场对决又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要看看战力弱于对手，楚风要如何取胜。若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真的会失望。白裙女子道。楚风所在的沙漠中，那龙息释放的武力还未散去，可楚风却凝重地望着那片虚空。他自然看得出来，龙息未能伤到杀魂昊天，那黑色气焰的防御力太强了。哗啦啦，很快，一只巨大的黑焰巨手自武力气焰之中冲出，向楚风拍了过来。速度、力量皆是极强，堪抵二段神境武技。可楚风捏动法诀，下一个便消失不见，出现在了远处。还有其他的传送阵，杀魂昊天轻蔑一笑，但你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话罢，又有一道黑色气焰释放而出，化作黑焰大手，向楚风现在所在的位置拍了过去而去。楚风虽然躲过了这一击，可楚风先前所布下的传送阵则是被那黑焰大手拍得粉碎。紧接着，黑焰大手便再度向楚风追击而去。只是很快，杀魂昊天也发现他低估了楚风。楚风的速度比他想象的快，哪怕他释放的血脉之力力量强大，速度恐怖，可竟追赶不上楚风。为何他的战力不如我，可速度却在我之上？是此界的秘籍吗？杀魂昊天也在思考。楚风明明具有如此速度，刚刚以兵刃交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施展，为何还要布置结界阵法？很快他目光变化，似是有了答案，于是对着楚风大声问道：这便是你的底牌吧？他觉得这是楚风保命的底牌，是用来逃跑的，只有逃跑的时候才会用。可今日一战是要分出胜负的，你这手段必然有时间限制，而我的血脉则没有任何限制，你想与我消耗下去吗？杀魂昊天问道。你可听闻过无能狂吠？楚风反问。什么？杀魂昊天不解。被绑着的狗咬不到人，只能乱叫，与你现在一模一样。楚风说道。你骂我，要我说你更像一条狗，只能跑不敢站。杀魂昊天反驳道。跳出来之后便说要杀了我的人是你吧？你就这么杀啊？用嘴杀？楚风反问。杀魂昊天被楚风说的无法反驳，他确实刚出来的时候就说过要杀楚风的话。急着想死对吗？满足你。杀魂昊天捏动法诀，其体内释放出更为磅礴的黑色气焰，形成树枝连接着他的黑焰大手，接连向楚风追捕而去。可楚风的速度却依然很快，尽管黑焰大手的数量变多了，甚至杀魂昊天也在不断预判楚风躲闪的方向，可却依然捉不到楚风。而楚风之所以能有如此速度，乃是因为他施展了神行。神行可以让楚风拥有逆战4品的速度。正常来说，莫说是这杀魂昊天，就算是9品真神也未必追得上楚风。不过神行的使用也是有着一定限制的，所以楚风故意压低了神行的力量，刚刚好是杀魂昊天的攻势追赶不上的速度。这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与神行真正的速度相比却是相差极大，自然而然的也便可以长时间使用。楚风如今战力受损，血脉技无法使用，与境界相同之人交战，神行便成为了楚风最大杀招之一。其实楚风可以从一开始便利用神行发动突然袭击，他之所以没那样做，就是意识到这杀魂昊天不简单，所以前面才施展了结界之术，所以要将神行当作后手留着。虽然布置结界之术稍微麻烦了一点，但却也同样完成了突然袭击。那一击楚风就是奔着取其性命去的。正常来说，杀魂昊天已经死了，可如楚风所料，杀魂昊天果然有保命的手段，并且这保命的手段不是守护阵法，竟是血脉之力。守护阵法楚风还能通过手之梦魇破解，但血脉之力可就无法破解了，那是人家的自身力量。这让楚风意识到杀魂昊天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刚才的龙息也只是试探，可就算是试探，龙息的威力可不弱，比寻常的一段神境要强得多。但那杀魂昊天却毫发未损，可见他那血脉之力当真可怕。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轰轰轰，黑焰大手接连轰击之下，沙尘被轰得漫天都是。可楚风凭借神行始终快其一步，尽管黑焰大手的数量不断增加，已从10几条变成了几百条，同时出动，宛如黑焰巨浪于沙漠翻腾，却始终无法抓到楚风。我倒要看看你能逃到什么时候。杀魂昊天嘴上这样说，可他的表情分明有些恼火。本以为增加数量便能够捕捉到楚风，却发现依旧不行。这不由让他想起了楚风骂他的话，骂他是狗，而他现在为了追杀楚风，也真如被牵着走的狗一样，一直跟在楚风后方。而就在此时，
楚风忽然捏动法诀，下一刻，杀魂昊天下方的沙漠光芒大盛，紧接着，无数道散发光芒的结界长剑自下方沙漠飞掠而出，化作光芒暴雨，向杀魂昊天冲击而去。是楚风暗中布置的攻杀阵法，可杀魂昊天的血脉之力太强了，那结界长剑还未靠近，便被杀魂昊天的血脉之力轰得粉碎。一直围绕着一个范围跑，是因为暗中布置阵法吧？但你这阵法根本没用，完全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杀魂昊天说道。那这个呢？楚风说话间，捏出法诀，从地下竟钻出了数只高达100米的结界猴子。这结界猴子栩栩如生，没有结界光芒，宛如真正的猴子，但却长相怪异，尖嘴猴腮，还呲个大牙，长了一副剑相。最主要的是，这猴子屁股很大，无用之举。杀魂昊天摇头，在他看来，楚风的攻势根本伤不到他。结界长剑也好，此刻的猴子也罢，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区别。楚风不语，法诀再度变化，那些猴子便纷纷转身，将屁股对准了杀魂昊天。噗噗噗！是那些猴子竟对着杀魂昊天拉屎。虽然身高只有100米，可是对于正常体态的杀魂昊天而言，那飞来的污秽之物也是巨大。这杀意女子一阵无言。原来如此。而白裙女子则是淡淡一笑，似乎看出了什么。至于杀魂昊天，他脸都绿了。他没有站在原地用血脉之力去抵挡，反而是身形一纵，不断闪躲，同时释放血脉之力去攻击猴子，想将那些猴子粉碎。可猴子早有准备，一部分继续攻击杀魂昊天，另外一部分则对着攻来血脉之力喷射污秽之物。而那攻来的血脉之力竟也选择了躲避，根本不敢与污秽之物接触。这一刻，攻防再度发生了转换，不断闪躲的竟成了杀魂昊天。我懂了。楚风看穿了杀魂昊天对结界之术的不了解，以及高傲的本性。杀魂昊天根本不会允许自己的血脉之力与这种污秽之物接触。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有何意义呢？杀意女子道。下三滥？白裙女子面容有些不悦。楚风战力弱于杀魂昊天，正常交手难有胜算。名牌既没有胜算，若想赢，便不能按常理出牌。你将这称为下三滥？杀意女子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忙施以跪拜之礼。大人，属下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属下听闻过杀魂昊天的实力，他不仅是杀魂一族的最强天才，也是当今修罗界最强的天才之一。楚风此举虽能暂时摆脱杀魂昊天的追杀，可这种招数侮辱性太强了，真将杀魂昊天惹怒，楚风反而没有任何机会。白裙女子伸手将杀意女子搀扶起来。你别看楚风年纪不大，但他经历过的战斗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人也都接触过，他很清楚他做的事会有怎样的结果。继续看吧。听白裙女子这样说，杀意女子也很好奇楚风要如何取胜。他现在丧失了太古沙海的掌控之力，对于楚风所在的世界也没有任何感应力，现在就只能凭借双眼观看。可楚风布阵于无形，没有感应力的话，他也看不出楚风下一步的打算。正常来看，他实在看不出楚风的胜算在哪。毕竟于修武者而言，战力真的太重要了。但他相信白裙女子。白裙女子的意思显然觉得楚风有机会，而他也想看一看楚风的机会究竟在哪。在楚风的攻势下，杀魂昊天连连后退，被楚风逼得四处躲闪，尽显狼狈。楚风这阵法的力量不弱，杀魂昊天只凭威压根本无法阻拦那污秽之物。若想阻挡，要么动用兵刃，要么动用血脉之力。可如杀意女子所言，高傲的他不愿让自己的兵刃以及血脉之力沾染上这污秽之物，便只能闪躲。可当又一次闪躲刚刚落地之后，他四周的沙尘飞扬，竟又有数千只阵法猴子钻了出来，且立刻将屁股对准他，发动了攻势。那些猴子将他团团包围，已根本没有任何退路。这一次他避无可避，只能用血脉之力抵挡污秽之物。看着那恶臭无比的东西黏黏在自己高贵的血脉之上，杀魂昊天顿时面目狰狞。我要将你撕成碎片！无比刺耳的咆哮响彻。此刻的他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那血脉之力源源不断的喷涌而出，直冲天际，却迅速于高空扩散。不过转瞬之间，这片天空都被那黑焰形态的血脉之力所覆盖。见此情形，楚风赶忙转身，快速的向远处飞掠而去。楚风明白杀魂昊天的意图，杀魂昊天是要用他那磅礴的血脉之力将这方天地都封锁，只要将楚风困在其中，那楚风便无处可逃。而杀魂昊天捏动法诀，咬牙切齿，身上以及脸上的青筋都异常明显。这种情况下，那血脉之力不仅以吞没天地的气势四散而去，速度甚至比先前更快。偏偏在血脉之力在不断加快的时候，楚风的速度反而开始逐渐迟缓。虽然微乎其微，可还是使得二者的距离不断缩短。这也让杀魂昊天看到了希望，开始全力催动自己的血脉之力向四周扩散。那个架势恨不得将这整个空间世界都覆盖。而这种情况下，杀魂昊天的鼻孔以及耳朵都开始溢出鲜血，可见
如此疯狂的释放血脉之力，对于他而言也是有着一定代价。可他顾不得那么多，他被楚风那侮辱性的攻势彻底惹恼。今日不顾一切，不惜代价，一定要将楚风杀死。楚风跑得快，那他就将这世界都封锁，让楚风无处可逃。并且杀魂昊天也有这个把握，在他看来，楚风只是在浪费时间，楚风今日必死无疑。虽说杀魂昊天一直站在原地，他本尊距离楚风已经非常之远，可血脉之力所到之处，他都能感应到一切。楚风身后的磅礴黑焰开始翻腾，隐隐间竟出现了杀魂昊天巨大的脸庞，甚至还能开口说话。这方天地再广，也迟早被我封锁，你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杀魂昊天的声音如雷鸣一般刺耳，再配上那巨大的黑焰脸孔，宛如恶魔在对楚风说话。可楚风丝毫不慌，反而讽刺的道：无能狂废。这4个字无疑再度刺痛了杀魂昊天。杀魂昊天的追赶更加疯狂，他不止鼻子耳朵，就连眼睛也开始流血，甚至咬牙切齿间，鲜血更是不断自口中喷涌而出，全然没有了最初的孤傲，取而代之的乃是疯狂与狰狞。在如此疯狂的追赶下，楚风也终是被虚空之上的血脉之力超越，但血脉之力并未立刻落下，还是继续向远处继续覆盖而去。杀魂昊天不想给楚风一丝机会，他要确保楚风被困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直到超越楚风许多之后，那天际之上的血脉之力这才倾洒而下，彻底断送了楚风的去路，并且不是只封锁了楚风前方的路，而是将大片天地都封锁了起来。楚风自然也被封锁在了其中。此刻杀魂昊天那狰狞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得意，逃啊，继续逃啊，我就说你已是瓮中之鳖，来，继续逃，让我看看你现在往哪逃。杀魂昊天的话语尽显得意，将自己的所有委屈与愤怒都在此刻发泄而出。杀意女子也是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她也认同杀魂昊天的话，楚风现在的确如同瓮中之鳖，战力不及对方，又被对方困住的情况下，楚风该如何是好？然而也就在这时，楚风猛然转身，同时捏动法诀，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向杀魂昊天本尊的方向飞掠而去，并且这速度比先前快了数倍不止。楚风终于施展出了神行，但他不只施展了神行，他周身光芒不断闪烁，那是传送之力。原来楚风在沿途布下了多道传送阵法，传送阵法加持之下，再配上神行，使得楚风此刻的速度堪比在远古传送隧道之内，快到极其惊人。大人，我明白了，楚风是看穿了杀魂一族的血脉之力会因为释放的过多而导致战力减弱，他故意激怒杀魂昊天，让杀魂昊天为了捉到他，被迫大量释放血脉之力，从而消减杀魂昊天的战力。他在利用传送阵回到杀魂昊天近前，在杀魂昊天还来不及将血脉之力全部收回体内的时候，趁着杀魂昊天战力薄弱之际，对杀魂昊天发动致命一击。杀意女子恍然大悟，白裙女子则是不语。相比于杀意女子，她早就看穿了楚风的意图。可恶！杀魂昊天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赶忙收回自己的血脉之力，可他的速度哪里比得过此刻的楚风，相差简直太多太多。很快楚风便出现在了杀魂昊天的视线之中，轰隆隆！同时在比血脉之力更高的虚空之上，有大片的雷云浮现，雷云之中每一道雷霆都蕴藏着极其恐怖的武力。杀魂昊天也意识到那是楚风将对他施展的手段，于是杀魂昊天将体内仅剩的血脉之力全部释放而出，将自己层层包裹了起来。耍手段没用的，凭借你的战力，就算非全部血脉也足以挡下你的攻势，这便是战力的差距，可能被血脉之力包裹得严严实实。杀魂昊天再度自信爆棚，竟嘲讽起楚风。楚风没有回应，而是轻声说出了4个字：神威虚境。下一刻，一双金色的眼眸自虚空浮现，连那血脉之力都阻挡不住。杀魂昊天也再度脸色大变，他感觉自己的血脉之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轰隆隆！而也就在这一刻，无数道雷霆纷纷劈落而下，先前坚不可摧的血脉之力被雷霆直接洞穿，且接连向杀魂昊天劈落而去。毕竟这不是一段神境龙息，而是3段神境雷伐降临，并且楚风将雷伐降临的所有雷霆都汇集在了同一个地点，使其威力大增。于是乎，这片天地被雷霆照耀的异常明亮，杀魂昊天的周围不再是血脉之力，而是如暴雨一般不断落下的汹涌雷霆。这种轰击之下，将杀魂昊天层层包裹的血脉之力几乎都被轰散。雷霆距离他本体越来越近，那仅存的血脉之力也迟早会被轰散。可偏偏那仅存的血脉之力反而更加坚固一些，竟迟迟没有散去。也正因如此，杀魂昊天还在嘴硬，没用的，你这手段没用，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杀魂一族，更不了解我杀魂昊天。就算你骗我将大部分血脉之力释放而出，可我就仅存的这一点血脉之力也能让你无可奈何。
楚风没有回应杀魂昊天，而是轻声一喝，阵起。猛然间，在杀魂昊天的正下方，沙漠翻腾，一座磅礴的大阵浮现而出，大阵光芒普照，刚好将杀魂昊天笼罩。而这座大阵蕴含着与神威虚境相近的力量，同样在削弱杀魂昊天的血脉战力。这一刻，杀魂昊天也是脸色巨变，到了嘴边的讽刺话语说不出来了。他彻底慌了，因为他能感觉到，当被大阵笼罩之后，他那仅存的一点血脉之力再度战力大减。竟还有如此阵法，杀意女子也感意外。杀魂昊天以为楚风先前一直在一个范围兜圈，是在布置那件与阵法，实际上那不过是消除杀魂昊天猜疑的障眼法，是楚风随手便布置而出的这那份。这座可消减战力的大阵，才是楚风从一开始就在布置的。白裙女子说道。听闻白裙女子这样一说，杀意女子彻底明白了，就连楚风弄出的那些拉屎的猴子阵法，也不仅仅是为了激怒杀魂昊天那么简单。那些猴子的攻击是有预谋的，是有意将杀魂昊天逼到楚风布置好的大阵上方。楚风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切，杀魂昊天才是瓮中之鳖。